作为一名道教文化爱好者，我经常在网络上跟五湖四海的朋友探讨道教文化。由于我们民间传统神话比较混乱，从古至今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神话体系，因此一些神话人物的存在也充满着争议，尤其是道教神话里的神仙，常常会跟民间神话以及文学神话里的神仙混淆。我不止一次看到因为红军老祖是不是道教神话里的神仙而争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创始元灵、红军老祖、太乙真人这些人物到底是不是道教神系里的神仙呢？本期就跟随我一起来解读一下。在安天大会上有一份参加宴会的神仙名单，玉帝传旨，急着雷部众神分头请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极、九曜、十都、千真万圣来此赴会，同谢佛恩。又命四大天师、九天仙女大开玉京金阙、太玄宝宫、洞阳玉馆，请如来高坐七宝灵台，调设各班座位，安排龙肝凤髓、玉叶蟠桃。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这些神仙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道教神系，三清天尊、六御以及东王公、西王母这11位是道教神系里最重要的神仙。三清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六御即玉皇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南极长生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帝之，东极清华大帝也叫太乙救苦天尊。除此以外，道教神话里还吸收了很多民间神话里的神仙，像灶王爷、门神、妈祖、土地神等等，就连穷神、车神、侧神这些听起来很另类的神仙也都是属于道教神仙体系。那么创始元灵、红军老祖是不是呢？答案不是。创始元灵是现代洪荒流小说中出现的神话人物，可以说连古代文学神话体系都不属于。洪荒流小说里的这位人物非常厉害，从创世2字就能看出他是创造宇宙的牛人。不仅如此，他还有4位徒弟，老大红军老祖，二徒弟混坤祖师，老三女娲娘娘，老四路鸦道君。按照这个说法，创始元灵为第1代神仙，红军老祖为第2代，元始天尊为第3代，12金仙为第4代。一不小心跟《封神演义》续上了族谱，不了解传统神话的朋友看了之后会对此深信不疑。红军老祖、太乙真人、通天教主、路鸦真人，这些都是出自于《封神演义》，不过也仅限于《封神演义》，道教神话里并没有这些神仙的存在。《封神演义》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明代神魔小说，主要描写了以武王伐纣作为历史背景，描写了阐教、截教神仙大战，最终365位人物应结成神的神话故事。《封神演义》构造了阐教和截教2大神仙体系，借鉴和融合了上古神话、道教神话等，以红军老祖作为至高神，并且一气化三清，名下有3个弟子，分别为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他们合称三清。为何那么多人会误认为红军老祖是道教神仙呢？主要是《封神演义》这部小说里出现了太多的道教神仙，以至于很多人会产生误解。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与灵宝天尊构成了道教神话里的三清，而不是通天教主。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是道教神话里雷部的最高神，被称为雷祖，他在道教神系里的地位远非文众能比的。紫薇大帝在道教的神仙体系里仅次于三清天尊和玉皇大帝，是星宿之神，众星之主。另外，赵公明、西王母、东岳大帝等等都是道教神系里重要的神仙，他们可不是被姜子牙敕封的神明，而是原本就存在的。还有就是太乙真人，《封神演义》里他的师父是元始天尊，他的徒弟是哪吒三太子。元始天尊与哪吒三太子都是属于道教神仙，唯独太乙真人不是，这就有意思了。太乙又叫太一，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意思。太一无形无相，道家认为太一本指形成天地方物的元气，也是宇宙的本源。真人也是道教对道行高深的神仙以及修行者的称谓，
像孙思邈被称为孙真人，庄子被称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太乙与真人组合，满满的道教元素，难怪很多人会造成误会。此外，《封神演义》里还提到了太乙真人为清微教主，清微派是道教的一个门派，清微派出自于清微天玉清元始天尊，故以清微为名。如此种种，很容易让人造成误解。说清真正的神仙们，我们可能先得明白道教和道家、道家和佛门、儒家的关系。这几对关系中，最为纠缠的就是道家和道教了。很多人认为老子就是两家的创始当家人，其实道家与道教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但是说他们近乎一样的，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他们主张道为一切行为来源的根本，主张尊道贵德，效法自然，无为而治，它更多是一种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思想。而道教则诞生于道家之后的900年后的东汉末年，诸如太平道、天师道等。他比较广泛的认知是，道教最早由东汉时期人张道陵所创天师道，他将道家学说奉为经典，尊老子李耳为道祖，主张与道合真，修生成仙。后经过民间100年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义教规，也形成较为系统的道教神仙体系。道教的7层神仙体系，南北朝时期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陶弘景撰写了《真灵位业图》。在这部书里，他将神仙们按照高低顺序分为了7个等级，1等级为最高，7等级为最低。在每个等级之下设一中位、左位、右位，一个大神主管。这些神仙们不仅仅包括道教虚拟的神仙，也将我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皇帝、将相、圣人、先贤、道教领袖也纳入其中，共收录了大约700余位道教神灵。神仙谱系综合了南朝以前天师道、金丹道、上清道和佛教的思想信仰，反映了上清道在当时的主导地位和神仙体系的倾向。第1等是以被称为宇宙之主元始天尊为主神，排列在他左边高上道君、虚皇道君等29位神仙，右边为元皇道君、上皇道君等19位神仙。在这一层里都是高高在上，不带人间烟火的大神们。第2等是以万道之主的玄黄大道君为主神，在他的左边的有天地道君、赤松子等30位神仙，在他的右边玄元道君、金庭宫王君王进等38位神仙。在这一层中带了几许人间气息，这里有神话传说中的仙人赤松子，而且也有历史上的确存在王进、王褒、魏华存等名人。第3等是以太极金阙帝君为主神，他的左边中有黄老君、孔子、颜回、黄帝、颛顼、周穆王、许由等50余位，右边太极右真人西凉子、文庄子、老子等30余位。这一层明显有了人间传说和真实人物，这些的反映了道教的思想。之后的4、5、6、7等近乎都体现了道教的主张天地人合一，有神话传说的任务，有历史中的王侯将相、文人墨客，包括了我们比较熟悉的远在周朝的鬼谷子、周文王、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秦朝的徐福、秦始皇，汉朝汉高祖、光武帝、李广及东汉的曹操、刘备等500多位人神。总之，在陶弘景的这部《真灵位业图》神谱中，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有传说的，有历史真实存在的，同样也有孔子这样几乎和道教八竿子打不着的任务。也不知道陶弘景是基于怎样的考虑。相对而言，在唐朝确定的3清4御5老6司7元8级9要10度体系就显得清晰专业多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请订阅、点赞、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